那是你给我们也算一卦呗。对，好，把手伸过来，让我摸摸。581，行啊，老爷子，我胖子。哎呀，几位能够毫发无损的从云南回来，想必此行必然是心愿所偿啊，佩服，佩服。可事实并非如此。铁三角虽然拿到了木尘珠，但身上的红斑诅咒并没有消失。怎么还在？不可能啊！我生从谢豪嘴里抠出来的，难道我抠错人了？啊！这结果着实有些出乎意料，三人已经放下的心不由得又悬了起来。雪莉杨猜测木尘珠可能需要配合某种方法才能使用，但老胡却陷入了沉思。他总觉得自己遗忘了什么重要的线索。片刻后，他从口袋掏出了一个金袋子，这是谢豪手里的，让我们带着吧。嘿，你真行啊！你不让我拿，你自个儿往外带。这玉环一共有16枚，会不会和16字阴阳风水秘术有关？581认为有这个可能性，于是便和雪莉杨约好到北京后分头寻找线索。可贪财的王胖子立马就办起了正事。回到北京后，雪莉杨根据检测报告确认了木尘珠是真的，但却没能找到16个玉环的线索。而老胡的半本16字阴阳风水秘术也没有相关的记载。你也知道，少了半本。我手里这半本的内容呢，好像跟木尘珠没什么关系。而且这16字天卦是起自于周易，他本来对周易就一评的是断定的卦了。于是他们找到了一个老熟人，老胡以为陈瞎子精通周易八卦，可没想陈瞎子也是一知半解。不过他却介绍了另外一个世外高人。据说在白云山上有一位非常出名的风水先生，此人精通周易八卦，以乡地看风水为生，江湖人称全卦马真人。可就在马真人为村民选址盖房时，却被一个酷似李晨的人疯狂打脸。这山上白蚁庭居众多，若要是在这儿兴建阳宅，恐怕是要出事故，伤及性命。马真人哪里受过如此羞辱，当即准备和男人辩论一番，可男人并没有搭理他，反倒是村民开始了检验，只是眨眼功夫大量蚁穴就被村民挖了出来，也证实了此地不宜修建阳宅。马真人则在此刻羞愧地低下了头，可男人并未久留，反倒是在众人的注视下潇洒离开。老胡见状赶忙追了过去，准备向男人讨教周易之术，可男人却并不想搭理他们，直到老胡说出16字阴阳风水秘术，男人这才转过头打量起两人来。随后通过相互介绍，老胡这才知道此人竟是自己的同门师兄，男人名为张银川，是摸金校尉张三爷的后人。581见都是自己人，于是毫无保留地将自己的遭遇全盘托出，希望能得到师兄的指点。而张银川确实有点东西，只见他随手抓起几片树叶，当场就为老胡卜了一卦。此卦乃是艮谷之门，德中道也，利涉大川，王有事也。风从西来，故主爻在西。老胡听后也若有所思，直到回到住处，他才说出现王墓中看到的那幅似曾相识的壁画。因为15年前他在西藏的魔国鬼母墓里就看到过一样的，所以他猜测师兄的卦象提示往西走，就是让他们去一趟西藏。可就在这时，胖子却感觉身体不舒服，于是581赶忙查看红斑的变化，结果发现红斑的颜色变得更深了。不是我这3张刚出头怎么着，我就开始倒计时了。这突如其来的一幕差点吓死了胖子，也让老胡意识到时间紧迫，他们必须尽快出发。咱们要想解开木尘珠之谜，就必须得去一趟西藏。于是，一场惊心动魄的昆仑之行拉开了序幕。